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30+甜妹谈松韵难敌00后王颖璐，影视圈资源争夺揭露年龄残酷法则。在光鲜的娱乐圈，镜头之下没有硝烟，却处处是战场。30+的谭松韵与00后的王颖璐，一个是历经风雨的国民甜妹，一个是刚刚起步的新晋白月光。他们的较量并非明面上的竞争，而是一场时代的更替，一场资源的洗牌。影视圈的残酷从来不是秘密，它从不会明说我们只要年轻，但每一张被顶流包装的新面孔，每一个被过气取代的老熟人，都在默默验证同一条规则：年轻的脸才是通往未来的门票。王颖璐的成名几乎可以写进年度演艺圈逆袭指南。凭借《一人之下》中宝儿姐一角，她从配角阵营中脱颖而出，风头之劲甚至盖过了一众主演。短短1年，她就完成了从新人到新宠的跃迁，这种速度让无数同龄女演员看得心惊。还在为一个群演机会奔波的时候，她已经搭档陈飞宇主演电影《线鱼》，更跨足古装与现代剧双线开花。从宣传物料到服化造型，再到团队运营，王颖璐的一切几乎都在被标准化的推向顶流。业内人都懂，这背后不是单纯的幸运，她的出现恰恰踩中了市场的青春风口，脸要新，气质要灵，最好再带一点自然不做作的感觉。她的团队深谙算法逻辑，用社交媒体的流量语言包装她的形象。非典型甜妹，宝藏新星，清醒系少女，每一个词都精准投喂当代观众的审美偏好。然而，浮光掠影的热度背后也有暗流。王颖璐被质疑巴掌脸配大眼，太过商业审美，演技也被网友吐槽像面条机一样直。但这些批评并未阻挡她继续接下高资源项目，因为在当下的行业逻辑里，流量比口碑更值钱。只要有热度，争议反而成了宣传的一部分。一句话总结，她的起点高，不是靠作品堆砌，而是被年轻2字推着跑。相比之下，谭松韵的名字更让人心疼。她的甜从来不是装的，那双弯弯的眼睛，那种温柔里带着点倔的气质，让她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初恋脸。从最好的我们到锦衣之下，她陪伴了观众整个青春。但时间不会怜香惜玉，30+的她依旧被贴着甜妹标签，这原本是优势，却逐渐成了束缚。在娱乐圈这张快节奏的流水线上，甜不再是稀缺品，反而成为被过度消费的符号。她试着突破请叫我总监归路到归来仍是少年，都在寻找从少女到女人的桥梁。可无论她怎么努力，总有声音在质疑她太嫩，不像职场人，她演母亲为何？观众的审美似乎被锁定在她20岁的样子，而一旦她离开那个舒适区，质疑声就蜂拥而至。她也知道自己不能永远活在甜的人设里，为了转型，她主动学习手艺，只为更好进入现实题材剧的角色。她挑战年代剧、悬疑剧，想证明自己能演生活，也能演厚度。但当资源有限，市场急功近利时，她的努力往往被一句话掩盖：30+甜妹还能火多久？双引号，这不是针对谭松韵，而是对整个中生代女演员的潜规则审判。影视圈的规则简单到残忍，对男演员30岁是黄金，对女演员30岁就是危机。谭松韵的甜曾经是她的资本，而如今却成了她的枷锁。王颖璐的年轻曾经是她的起点，而现在却成了她的护身符。这背后是一种系统性偏见。资本追逐年轻，是因为年轻的脸能卖货；平台偏爱新人，是因为新面孔能制造话题；
观众喜欢看青春，是因为它让人逃离现实。但这样的生态，让多少有演技、有经验的中生代演员被无形地排除在主流之外。他们不是不够努力，只是无法再被包装成初恋或少女。影视圈的年龄鄙视链就这样形成了。20岁演高中生是甜，25岁演大学生是青春，30岁还演少女就成了装嫩。同样的表演，换个年龄，舆论的尺度就不同。从行业角度看，他们其实代表了2种不同的命运轨迹。谭松韵属于凭实力养红的一代，她没有流量的捷径，靠一部部剧口碑累积。她的角色有人味，有故事，观众喜欢她，是因为她让角色可信。王颖璐则是系统推流的代表，她的资源密集，节奏快，形象精准，背后是完整的商业逻辑。资本喜欢她，不是因为她多优秀，而是因为她刚好够新，够好用，够有话题。一个靠作品说话，一个靠时代推波。当这2条路交错在一起，就成了如今的甜妹对撞。而这场对撞，本质不是谭松韵输给了王颖璐，而是输给了时间。在以短平快为主导的娱乐逻辑下，谁还愿意等一个演员慢慢成长？爆款是唯一的指标。今天你红了，明天就有人来接班。有趣的是，观众的态度也加深了这种残酷。当30+的演员扮演少女，评论区就会出现太假太装嫩；当20岁的小花演母亲，又会被夸挑战自我、突破自我。这就是娱乐圈的魔幻现实。我们一边怀念谭松韵那种纯净的甜，一边又嫌她不够新鲜。观众的审美被短视频和热搜算法驯化得越来越功利。流量决定曝光，曝光带来热度，热度再反哺资源。于是，年轻的演员被无限放大，而成熟的演员逐渐被边缘。但这真的公平吗？那些在镜头前被我们骂过气的演员，其实只是年龄长了几年；那些被称作新星的新人，也可能在3年后被新的00后替代。更深层的悲哀是，这场规则几乎只针对女性。男性演员到了40岁还能演霸总、将军、硬汉，而女性到了30就要开始证明我还能演。这不是市场选择，而是结构性压迫。娱乐圈的镜头对女性更苛刻，她们必须时刻年轻、漂亮、无皱纹、无瑕疵。一旦长出真实，就要被质疑状态下滑。谭松韵的焦虑其实是整个行业的缩影。在这个青春等于价值的体系里，女性演员的职业寿命被压缩到了可怜的10年。她们的努力与成长不被认可，她们的皱纹与经历不被允许。回头看这场甜妹对决，其实没有赢家。王颖璐赢了当下，但她未来要面对更年轻的10后。谭松韵输了眼前，却保留了属于演员的尊严和厚度。时间终将淘汰一切被制造的流量，而留下来的永远是那些能讲好故事、演活角色的人。也许有一天，当观众重新厌倦了流水线的青春剧，回望那些真实、细腻、有温度的表演时，他们会重新想起谭松韵那种真甜，其实比新甜更难得。结语：青春不是唯一的通行证。王颖璐的出现让我们看到新鲜感的力量，谭松韵的坚持让我们理解演技的价值。娱乐圈确实现实，但观众也有机会改变它。当我们不再只追逐年轻的脸，而是开始追求真实的情感、动人的表演，也许行业的规则才会慢慢松动。毕竟，一个好的演员不该被年龄定义，一张脸的价值也不该止步于看上去有多嫩。镜头之下，每一代甜妹都有她的春天，但真正能抵抗时间的，从来不是青春，而是作品。结语思考：娱乐圈永远会有人老去，也永远会有人崛起。
但在这场永不停止的轮回中，能留下痕迹的，只有那些被观众记住的灵魂。或许有一天，当王颖璐也站在30岁的节点，她会更理解谭松韵当下的孤独与勇敢，因为这条路本就不是谁输谁赢，而是谁能在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里，依旧保有做演员的初心。